大家睇到頭先啲相應該都好熟悉嘅，即係又係一啲嘅 lockdown 啊，樣樣嘢都 close 啊，疫症爆發嘅時候啦。咁但係點解又係啲相好似好古老咁樣啊？唔係而家嘅喎，嗬。咁就好似都唔係今次疫情嘅時候影低嘅相咁樣。咁冇錯，呢啲相咧其實咧來自上個世紀50年代嘅。咁上個世紀50年代之前咧，就有一種好可怕嘅病，就叫做小兒麻痹症 （poliomyelitis）。咁呢種病咧，其實咧就相當得人驚嘅。咁呢種病其實係一種病毒嘅引起啦。最初引起嘅病徵咧，就好似傷風感冒咁樣嘅。咁過一段時間咧，咁佢嗰個人咧就會身體上面咧就好多好似啲閃電啊、麻痹啊啲咁嘅感覺，跟住咧就會啲肌肉抽搐啊，因為抽搐得好緊要，不受控制咧，就個身體咧手腳啦就喺度即係扭埋一堆啊咁樣，就有一啲好古怪嘅動作咁樣。佢唔係淨係手腳嗰啲肌肉受影響啊，甚至你呼吸嘅肌肉會受影響啊，你吞咽嘅肌肉會受影響啊。咁變咗咧好多時會唞唔到氣。咁當時咧其實就冇話有而家咁先進有呼吸機咁樣嘅。咁嗰陣時，我哋用一啲個 iron lung，咁即係話咧，即係成個人咧要瞓入個有一個好似鐵桶咁嘅嘢，嗰個鐵桶裡面咧，嗰啲氣壓唔同，就會令到個胸腔咧就擴張收縮咁樣唞氣。其實唔少人咧，我諗大家可能都見過㗎啦，就需要咧就長期帶住一啲輔助嘅一啲器具咧，先至行到路。原理咧就通常病毒咧就係即係食咗落肚先嘅，食咗落肚咧到個腸嘅時候，佢就不斷咁樣去複製，複製咗之後一段時間咧，佢就會走入神經線，影響到肌肉啊癱瘓咁。小兒麻痹症亦都有嗰個季節性嘅，咁佢通常咧就喺夏天就最常見。咁佢最令人痛心嘅一樣嘢咧，即係佢好多時咧就會影響細路仔更加多。當時大家非常之恐慌，因為大家唔知道咩源頭感染啦，咁所以大家好怕去握手啊，好怕接觸啊，就即係好驚啊！買咗嗰袋生果都食物上邊有病毒啊，即係去到邊度都戴手套啊。嗰啲泳池咧無端端就會閂咗啊，啲學校咧因為有疫症爆發咧就要停課。到咗1951年咧，有一個美國嘅醫生，一個猶太人。叫 Jonas Salk， 咁呢個人咧就佢其實之前咧就已經開始研究疫苗㗎啦。喺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咧，佢有份咧參與呢個第一隻滅活疫苗嘅研究，嗰隻就係一隻流感疫苗嚟嘅。咁滅活疫苗今日大家可能覺得即係冇乜大不了啊，有啲人覺得都唔係咩新科技啦，即係已經好多年啦。咁其實個原理好簡單嘅啫，咁就話即係將嗰啲活嘅疫苗咧，用一啲嘅甲醛啊，咁將佢殺死咗，咁令到佢咧冇辦法複製啊，冇辦法傳染引起嗰個病咁樣，跟住再將呢啲死咗嘅病毒咧打入人體裡面，因為死咗嘅病毒咧就仍然有嗰個病毒個樣喺度噶嘛，佢就為一個免疫系統咧提供咗一個目標，個免疫系統咧就會認得呢隻病毒，嗱呢隻咧就係病毒，唔係好嘢嚟嘅，大家咧下次見佢咧見一鑊打一鑊咁樣，咁咧就引起一個免疫反應咧，從而去保護我哋嘅。Jonas Salk 咧就開始研究針對呢個 polio 病毒嘅疫苗啊，咁佢亦都係將佢咧就用一個甲醛咧就殺死咗，跟住打落人嗰度。當時咧佢就喺美國匹茲堡咧就為700幾人咧就打咗呢隻疫苗，咁包括佢自己、佢老婆同埋佢3個仔嘅，發覺疫苗咧係相當有效。咁呢樣嘢大家今日覺得好匪夷所思，咁但係大家要知道當時咧並冇咩監管機構，冇 FDA 亦都冇 CDC。研究結果公開咗之後咧，政府咧就有關方面就想做一啲更加大嘅研究，想證明係咪呢隻疫苗咧真係有效。咁但係 Jonas Salk 咧就非常之唔願意喎，因為當時咧已經差唔多到夏天呢個 polio 嘅爆發嘅時期啦，佢唔想再多啲細路仔受害啊，佢希望咧疫苗咧就即刻盡快推出。咁但係當然人微言輕啦，咁政府咧照佢原定嘅計劃做咗一啲更加大規模嘅研究。咁為40萬人咧就打咗呢個 Salk 嘅疫苗，有20萬人咧就淨係得到 placebo， 即係淨係得到安慰劑啫。嗱，結果咧證明疫苗係相當之有效嘅。咁當然就舉國歡騰啦，大家都覺得 Jonas Salk 係英雄啊。不過實際上咧 Jonas Salk 咧其實個人就麻麻地嘅啫，好 mean 嘅。咁變咗咧佢人緣唔係幾好啊。咁所以咧佢雖然話做咗呢件咁劃時代嘅事情，咁但係咧就最終並冇攞到咩諾貝爾醫學獎。
咁但係喺鎂光燈背後，其實呢個研究做完之後咧，有16個人係死亡，全部都喺安慰劑組，亦都有36個人咧就癱瘓咗，咁34個都喺安慰劑組。其實 Jonas Salk 當初唔願意再去拖延，係有佢嘅理由喺度嘅。即係當然你可以用安全嘅名義咁去再等個疫苗咧做多啲研究先，等耐啲先，睇定啲先。但係中間咧就會有人會染病，喺研究裡面亦都有人因為一個擇豪決定咗佢只不過係得到安慰劑嘅話，有機會感染咗小兒麻痹，而終身有殘疾甚至死亡。嗱，呢個故事未完㗎喎。嗱，跟住咧好快咧就有3間藥廠咧，好短時間咧就做咗大量嘅疫苗咧，供全國或者全世界去使用。有一個好出名嘅醫生咧，就幫自己個孫打咗疫苗之後咧，不幸嘅事發生咗啦，冇幾耐呢個小朋友咧就死咗啦。咁疫苗大規模打之後咧，喺全國都發現有咁嘅個案，好多人咧就打咗疫苗之後就癱瘓啦，好似小兒麻痹咁嘅病徵。打疫苗呢個 program 咧就要緊急叫停。後尾嘅調查發現咧，3間藥廠裡面其中有一間藥廠就叫 Cutters。咁呢件事咧其實叫 Cutters Incident， 喺1955年發生嘅。咁呢間藥廠咧就非常之不幸，佢冇掌握好滅活疫苗嘅技術，即係話咧佢做疫苗嘅時候並冇將病毒殺死，最終有12萬人咧係打咗帶住活嘅小兒麻痹病毒嘅疫苗，4萬人感染咗小兒麻痹，最終差唔多有200個細路仔就終身有殘疾，10個係死亡嘅。所以其實今日有人擔心呢個 Covid 嘅疫苗驚佢有副作用驚佢會引起啲好大嘅問題啦。其實我覺得真係非常之情有可原嘅，因為呢啲事情真係發生過，亦都曾經有個非常之慘痛嘅教訓嘅。不過大家亦都應該知道科技係進步緊嘅，以200年以嚟我哋發展疫苗嘅歷史裏面呢，疫苗如果真係有啲嚴重緊要嘅問題咧，通常都會喺大量施打之後2個月之內發現嘅，係從來未試過咧就疫苗喺2個月之內冇問題之後，以後會產生啲問題嘅。咁好多人講話會唔會10年晒之後生 cancer， 20年之後點？老實講一句，其實以大家而家身處嘅世界裏面，就唔好講話10年之後發生咩事，聽日發生咩事我都冇辦法知道。好多時呢啲醫學問題咧，都唔會等我哋知道晒所有事情先至作出決定嘅。大家喺呢個例子，你哋亦都睇得見啦。咁你而家話，呢個疫苗咧，當初做嘅人數咧唔係好多啫，得個幾萬人，我要等到40萬人啦、400萬人啦、4000萬人啦、4億人之後咧，咁跟住我先至覺得安全，我先至會接受啦。咁樣嗱，大家當然可以咁樣諗啦，咁但係你都睇得見，其實中間係有代價嘅。咁以全球嘅角度嚟講，咁多人染病，影響咗咁多個國家，我哋係咪真係能夠咁樣等落去呢？總要做個決定嘅，即係話好似打第2次世界大戰到後期嘅時候 D-Day 咁樣。艾森豪威爾要決定邊一日去渡過英倫海峽喺諾曼地登陸嘅時候，其實好多嘢要計劃，好多資料要搜集，佢邊一日去渡海，人命代價都唔會少嘅，而全部亦都係本身係有美好將來嘅年青人，就為呢件事情付出生命嘅代價。咁但係喺嗰個時候已經冇辦法唔咁樣做，即係我哋必須要做出一定嘅犧牲，以拯救更多嘅人脫離納粹嘅魔掌。所以呢個永遠都係好難嘅決定嚟嘅。究竟咩時候係最好呢？究竟點樣可以付出最少嘅代價，令到全人類都得救呢？呢樣嘢其實真係好難。咁但係你拖延落去都係決定嚟嘅，最終都要有人付代價，甚至有更多人付代價。好，今日就講到呢度先，多謝大家收睇，請你留言、點讚、訂閱，下次再見，拜拜。